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曲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竿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执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成灰。锤锤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是从江南运来的上好丝绸。你看看这花纹和面料，我让绣娘给你做件嫁衣可好？锤锤，你看，到时候我就穿这身，可好？你疯了！我才不要嫁给你！你当然会嫁，你总有一天会愿意嫁给我的。你看，这两件衣服放在一起多般配呀！在你像喜欢江郎行那样喜欢上我，愿意嫁给我之前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不会的。怎么？你还在期待着有人来救你？不会的。无论是江郎行还是严杏，他们都不会来救你的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许伤害他们。我不会伤害他们，除非他们自己找死。锤锤，锤锤，这个世界上，人人都只为自己，没有人能靠得住。你只有我，只有我。怎么，这次不打我了？锤锤，我是真的心悦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强迫你了，我会耐心的等，等到你真心爱上我的那一天。静姨娘，让一下，借过。哎，慢一些。肉娘，娘，你被放出来了。你爹有良心，
写了诉状，说我是外嫁女，已经是严家的人了。是张相，张相派人传话允我写的，人是大格岭派内卫府的人陪我接的。夫人，大格岭已经进宫了。娘，您受委屈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你小舅舅，你救救他。太皇太后圣明，救还乃小人所为，与先王无关，与我族人更无关。先王与我不要自欺知音赏识，这一切都是来罗之的阴谋。太皇太后英明，还先王清白。金藏，娘，金藏，娘，金藏！死到临头还敢胡说！来人，带他入瓮！来罗之，你竟然敢当街行私刑！来中丞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这个秘密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乐师，我倒要听听，你这垂死之言，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和我的族人遭此一劫，都是拜你所赐。小舅，谁敢？退后！小舅舅，辛苦星儿，一定要把这封血书交给太皇太后，照顾好自己。还有你，阿藏，小舅舅，阿藏，阿藏。小舅舅，这也是。来罗之，你连给太皇太后的证词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夺了吗？太后。什么？金藏死了？哀家什么时候要叫他死啊？啊！金乐师不堪受辱，在长街游行中为先王喊冤，称一切都是来中丞阴谋策划，随即便当街自尽。这是金乐师死前写就的血书，请太皇太后明鉴。太皇太后！哀家什么时候啊？我什么时候要金氏一族的性命了？太皇太后，金藏其人蛊惑人心，妖言惑众，死前还要攀咬栽赃微臣，微臣实在是冤枉啊！来中丞小事化大，将一场普通的宴饮闹成一桩血案。如今金乐师当街惨死，朝中众说纷纭，御茶司也不再适合审理此案，还请太皇太后将金氏族人交由内卫府看管。太皇太后，不可！好了，
现在还要争权，你们真不叫我省心。沈爱卿，你既然不怕赃污，非要插手那金氏家族，就由你来看管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微臣拜见太皇太后。你真是个聪明之人呢，可你就不怕没有哀家传召，哀家治你个深更半夜闯宫之罪吗？太皇太后若要降罪，臣只能领罪谢恩。你知道吗？直至今夜，哀家翻阅了金藏留下的这些乐谱，才知道他竟然陪了哀家这么久。还郎也不知道让着许娘一点儿。这手谈怎能相让？就算你输了，我又不会罚你。输了不罚，那赢了可有赏啊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如果雪儿赢了这局，还郎让雪儿做太子妃可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智者见于未萌，雪儿这首双飞燕看似简单，却有连绵不绝的后招。此局竟然是姑输了。那还郎可要说话算话呀！好，姑允你。
从哀家进宫的每一次献舞，到哀家的每一个大日子，每一个不眠之夜，他的箜篌从来没有缺席过。这卷还没写完，他是打算在明堂新建后的大典上演奏的。他从不多话，从不安静到我经常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人，好像在帘幔后面放的只是一架箜篌。在我心烦的时候，这架箜篌就自动地会弹奏，抚慰人心的曲谱。这架箜篌今后再也不会响了，都怪哀家。可哀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哀家小时候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，哀家的光辉太盛，会灼伤我周围的人，还说我最终会落个孤独下场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还找了个人去打了那个先生一顿。可如今想来，他是对的。没有一个人能陪着哀家走到最后。沈爱卿啊，哀家知道你也一直想要个答案，待此事完全了结了，我会给你个答案。还没有休息？在想小舅舅。我知道你与舅舅亲厚，自然悲痛难免。明日我送你回严府，好好陪陪金姨娘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突然悲伤没有什么用。我是在想，小舅舅死前说的那几个字：心口火恶。莫非是金月氏知道了什么火恶门的事？小舅舅手无缚鸡之力，
明明知道根本不可能伤害到来洛之，临死之前却竭尽全力也要冲上去撕扯他的衣领，是为了什么？仅仅只是为了羞辱他吗？锤锤回来了吗？找到锤锤了吗？你说他这是去哪儿了？这是？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他死去的娘交代呀？你说？你放心，我再去找找，一定把他找回来。好。还真是不怕死。区区一良人小儿，也敢擅闯我来府？你把陆锤锤藏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一良人江郎行，夜闯中城府，言语无状，罪无可赦。关入御茶司发落。我一良人的手下，绝不会再有第二个森坦。学艺不精，还不快滚回去！徐帅不问青红皂白，就伤了我的人，总该给我个交代吧？来罗之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事情闹大了，究竟对谁不利，也未尝可知。而且你别忘了，皇宫大内里拿东西，我都探囊取物。你这里若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本帅也自有办法拿回去。锤锤，锤锤。锤锤，锤锤，锤锤！一个小丫头而已，你竟然如此上心！你懂什么？这个世上，我孤零零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懂我，能真心怜我。
我也是你的家人呐，我是你的姐姐。凡是坏我事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饶恕。我要一个全部拔除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应该用什么办法，让你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又不被他发现是我做的。哼，可惜，用毒和杀人之法，他比我都精通。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。与其让你死，不如让他永远得不到你更重要。徐帅。锤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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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我看看，受伤了吗？锤锤，锤锤，是我。笨蛋！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啊？你是个大笨蛋！我去来府救你，遇到徐帅解围，我才知道他已经把你救出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差点就以为我见不到你了。是我没能保护你，从此以后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伤害的，锤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你被抓走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完全不知道？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，我这不好好的坐在你面前的吗？来罗之怎么会突然劫持了你？恐怕锤锤是被我连累了。不是，不是的，刘娘，对不起，我其实之前有件事情无意隐瞒着你。其实我说的御茶司那个朋友就是来罗之。是他。一开始
我总是在阿娘的墓园里看见他，我以为他是一个心系王母的鬼面朋友，后来他又机缘巧合的救过我一次，我就直到你三姐中毒那一次，他给的确实是有用的药方，他又叮嘱我不要说出去，我就心存侥幸，他是不是有可能想做一个好人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，锤锤？你是不是真的平时新闻看多了，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？锤锤啊，要是我跟江郎情再晚点去，恐怕你就要被逼着和那黑罗刹拜堂了。对了，锤锤，我记得你阿娘的墓园是陆伯伯花费千金修建的，为什么他会经常去那儿呢？他阿娘的墓园就恰好在我阿娘的墓园附近，我还去看过一次。那上面看起来是座很不起眼的孤坟，上面还有一个名字，叫碧落。碧落，莱罗芝的母亲，居然会有如此美丽的名字。我看他不过是在锤锤面前故意表演孝心罢了。我是在想，莱罗芝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锤锤，恐怕不只是为了他这个人吧。对了，我在莱罗芝的密室好像见到一个东西，是登基时用的冕服。莱罗芝可能以为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他便直接在我面前展示了。开始我也装作不在意，后来我仔细一看，那上面绣的不是龙，是饕餮。龙生九子，五子饕餮是最为贪得无厌的。看来，莱罗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。徐墨有事，先告辞了。我去送送他。你不能去。你莫不是忘了孙谭？孙谭明知道莱罗芝有反心，却因为没有实证，只能枉死。我们现在清楚有这么件冕服，你却要拦着我。我知道你为孙谭报仇洗冤心切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锤锤昨晚被你劫走，莱罗芝明知道他见过那件冕服，焉能没有防备？来府和御茶司，还能比皇宫大内更难闯吗？偷东西这种事，只要我想，没有办不到的。我掘地3尺，也要把莱罗芝藏起来的给找出来。道上的名头的确不是白叫的，但现在的来府和御茶司，恐怕早已布好了天罗地网，等你往里跳，当真会比皇宫还要凶险万分。沈度，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？男人有了老婆就会变这样吗？恐怕你也很快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最近香安确实不太对劲，12街坊到处都是南郎和西尘的人，而且都把着街角找房子租铺面，感觉有大事啊。内卫府在盯这些人了，能盯住的，怕只是少数。沈度，若我有事，替我照顾云雀。我也一样。
走了，大阁领。锦藏，做个轻松的吧。锦藏，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无妨。今日腊月初8，太皇太后理应赏赐群臣，怎么都这个时辰了，还未出现？是啊，就连大阁领都没有露面。太皇太后突感凤体不适，今日百官赏赐，便交由来中丞依照去年份例酌情赏罚。臣遵旨。臣恭送陛下。那来某便暂代太皇太后，行赏罚百官去年功绩之职。来罗之如何能代赏罚百官之职啊？是啊，御察司不过监察机构，怎能如此逾矩？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懿旨，你们还要让他老人家在病中忧心吗？你，还是你，你们想抗旨不遵吗？来中丞，下官是礼部主事，下官兵部令史。赏，赏，赏，赏！谢过来中丞。姑母，现在母后病重，却又不让任何人探视，贤王的禁足令又还没解，那来罗之一家独大。姑母，现在满朝一半的官员去来府拜了山头，剩下的一半在家等死，这朝堂眼看就要乱了。这朝堂未乱，你的心先乱了。心不定，神就散。姑母，我的心如何能定啊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当朝的公主，你慌什么？姑母，这当朝公主的头衔有几两重，你最清楚了。陛下到现在还不肯开口说话，
饶是御医说什么圣人语迟，要是陛下一直不肯开口了，如今母后又病重，若是有个万一，姑母，那摄政王的位置就成了掌握全朝命脉所在了。你想让我帮你？当然。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这公主的头衔几斤几两重了。我修行多年，世间的事情我早已看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只记住一句：辅佐好陛下。姑母，不急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